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小布尔。今天我给你们带来的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德日对战，背景呢就是假如二战时期没有同盟国，那这俩阵营肯定就会因为分赃不均啥的开打。由于德军的军力更强一些呢，所以在这里我设定的就是德攻日守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模拟吧。现在战斗已经开始了，可以看到我给德军安排的有一个这个卡尔旧炮啊。但是呢 AI 它自己是不会命令这个卡尔旧炮提前开火的，但如果在现实中呢，这个德军指挥官肯定会操作它进行开火，是吧？所以在这儿我们手动的命令一下这个德军的火炮，来打击一下这个日军的这个要塞炮，这是他们阵地上这个价值最高的一个武器了。然后此时日军部署在这个战场废墟里的小队也与德军发生了交火，这很好的给日军的炮兵部队提供了这个开火的机会。现在德军的前进步伐被这个炮火给打乱了，这些在前线的废墟里拖延德军的步兵呀，就纯粹是炮灰，他们没有任何的反坦克武器，就是在用肉体与他们对抗。这边在吃了一发突击虎的这个大榴弹之后呢，整个左翼的这个拖延部队都被全灭了。眼看步兵被全灭之后呢，日军的小坦克也倾巢而出，他们打算利用这种挤牙膏的战术去逐渐的拖延这个德军的前进步伐，这样位于主阵地上的这些要塞炮呢，就可以在被敌军近身之前多打出几轮炮弹了。这个战斗在开打之前呢，我想着日军会很快就被击败，但没想到他们的炮兵还是挺厉害的。但德军这边毕竟是搬出了重武器的，此时卡尔旧炮往日军的阵地左侧丢了一个大煤气罐，我明明给的指令是让他炸这个拥有3个要塞炮的大炮台，结果不知道是因为精度太拉还是咋回事，他一下子炸偏了这么多。不过给镜头拉近可以看到这个左翼的这个小日子已经全灭了。现在德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贴近了日军的战壕，双方的步兵开始使用轻武器进行交火。位于高地右侧的小村子里呢，我也给日军安排了一些兵力，他们在这些破烂的小木屋里安排了一些47毫米的战防炮。这个炮实际上就和一式中战车上的那门炮差不多，可以威胁到类似于谢尔曼的中型坦克。不过对付起虎式之类的重战车还是有难度的。在抵近到能看清目标的距离之后呢，这些突击虎也开始朝着日军的阵地投掷大煤气罐。现在日军阵地上的士兵已经不多了，而且他们的各种重型火炮都被打坏了。位于高地右侧的这个92步炮小阵地，此时也已经被炸得东倒西歪的。这么一来，德军的装甲部队就开始发动全力往前进了。在这里，我给德军安排了非常多的这个野牛小炮。实际上它是德军在战争的早期使用的一款自行火炮，在突击虎或者是虎式出来之后呢，这个玩意儿早就被淘汰了，但我就是很喜欢它，因为它装的这个150大炮呢，装药有7公斤，考虑到装填的速度比较快，所以在战斗中它可以持续的输出，实际的作战效率呢，估计比这个突击虎还要好一点。我个人感觉呢，地狱之门这一代的这个爆炸效果看上去是酷炫了很多，给人一种威力很大的感觉，但实际上它的这个伤害范围要比突击小队2小了很多。你们看，即使是在这个爆炸产生的这个几乎快形成蘑菇云的这个烟雾下面，这个小八嘎的机枪手还一脸坚毅的表情，搁这趴着跟没事人一样。当然我一口毒奶下去呢，他好像被谁的步枪给干掉了。其实战斗进行到这里啊，这个日军就败局已定了。不过我们看一下德军这个进攻路线上，他们的损失还是不少的，有很多车辆都被日军的这个大口径火炮给炸成了废铁，并且战斗进行到这个时候，小日子的这个右耳部队还有一部分在进行顽强的抵抗。这波属实是有些在田野打架五里进攻折伯山的感觉了。好了，咱们今天的看个乐内容到这就结束了。如果您喜欢我的作品的话，还请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